丈夫加班很晚才回家，开门之后，妻子黄菜花神色慌张。与此同时，这位丈夫侯喜贵就发现家里门口里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双破旧的男士布鞋。这布鞋的样式，侯喜贵非常熟悉，不过已经有3年没见过这双鞋了。布鞋的主人不用问，肯定是他的父亲侯占生。3年前，侯占生老先生开着面包车，载着老伴儿去省城送货。半路上与一辆大货车会车的时候，侯占生因为恐惧，当时是没有处理好，出了交通事故。面包车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指示牌，老伴儿当时就失去了生命。事后，儿子侯喜贵很是怨恨父亲侯占生，爷俩就此断绝了来往。3年来没有见过一次面。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在家，父亲的布鞋怎么会忽然出现在家里？难道他趁着我不在登门找菜花有什么事情吗？喜贵，爸爸来了，他老人家刚才昏倒了，我这正想着打电话催你回来呢。侯喜贵与慌张的妻子黄菜花一起走到客厅，就看到老父亲侯占生双眼紧闭，牙关紧咬，躺倒在了沙发上。喜贵，我已经打过急救电话了，救护车应该很快就到。我爸他是怎么晕倒的？他来咱家干什么？妻子黄菜花心神稍微稳定了一下，扭头看着沙发上昏倒的公爹。他老人家来了一会儿了，说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秘密要告诉你。我就问他是什么秘密，他正要开口跟我说呢，突然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然后就晕倒了。说着话，救护车到了，将侯占生老先生送往了医院。原来是突发心脏病，心肌缺血导致大脑缺氧，造成了晕厥。抢救过来之后，医生很快就让侯占生出院了。出院之前嘱咐了许多注意事项。回到家安稳下来之后，侯喜贵就不让老父亲再回他自己的住处了。爸，听菜花说您来是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您有什么秘密啊？侯占生老先生听儿子这么一问，他眼含着泪水，孩子，你不问我也得说。我来找你们啊，有2件事情。一是我年岁大了，尤其是最近觉得身体越来越差，估计日子不会太多了，所以我想把手底下的那点积蓄都转给你得了。爸，我不要，您还是留着自己慢慢花吧，您日子还长着呢，别总是瞎想。侯占生一抬手，意思是拦住儿子，不让他拒绝。然后他接着说，这第2件事情啊，的确是一个一直没有告诉过你的秘密。爸妈对不住你啊。你2岁那年，你娘给你生了个妹妹，因为难产，是在省城的医院生的。当时国家很困难，很多人都吃不上饭，咱家穷，更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所以一狠心就通过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把你妹妹送人了。你这个亲妹妹估计现在也该结婚嫁人了吧？这事情的确是太意外了，侯喜贵真是一点也不知道。老父亲侯占生是什么意思呢？一是不想把这件事情一直瞒着儿子，再就是希望儿子侯喜贵能够帮着他找一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女儿，有生之年哪怕是见上一面，也就可以闭眼了。侯喜贵紧锁着眉头，想了老半天，忽然一咬牙，爸，有什么线索没有？我得怎么个找法呢？侯占生就告诉了儿子，说是你妹妹呀，左侧胸口下边有7颗红痣，这7颗红痣的位置排列很像是北斗七星，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另外，我和你妈不知道你妹妹的养父母是谁，没有任何的关于他们的信息。
不过只要能找到当年省医院的那位妇产科主任杨医生，就能够从他的口中打听打听了。儿子侯喜贵默默地听着，不断地点头。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妻子黄菜花听了公爹的这一番讲述之后，面现惊恐之色，表情很复杂。黄菜花心里的确是大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黄菜花小的时候啊，左边胸口就有7颗红痣，那排列位置也像个勺子似的。记得在自己5岁那年，母亲带着她找到了一个专门点痦子的地方，用药水把7颗红痣烧掉了。直到现在，要是认真仔细的观察，还能看出点痕迹呢。哎呀，千万别有这么巧的事情啊！难道我的丈夫喜贵是我的亲哥哥？那可就麻烦了呀。可现在父母早已相继去世，娘家也没什么亲戚，自己根本没办法打听自己的身世。他也没敢说现在就马上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侯喜贵带着父亲的期待，坐车赶到省城，在医院里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当年那位妇产科主任杨大夫的家庭住址，下了公交车，7拐8拐的找到了杨主任家。结果一敲门，是一个年轻人开的门，原来是杨主任的孙子。说明来意之后，杨主任的孙子遗憾地告诉侯喜贵：“您早一点来就好了，我奶奶上个月刚去世。”侯喜贵垂头丧气回到家，老父亲侯占生听说杨主任已经不在人世，老人家的眼角淌下了泪水。哎，作孽啊！自己酿的苦果，还是得自己吞下去呀。爸，您先别灰心，等过几天我再请个假，到省城医院里边再找别人打听打听，没准儿还有希望。侯喜贵只好这么安慰父亲，一旁的妻子黄菜花却一把将他拉进了卧室。一五一十，黄菜花就把自己小时候左侧胸口下边有7颗红痣，被母亲带着给用药水烧掉了的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侯喜贵。侯喜贵是吃惊不小，哎呀，难怪菜花总是习惯性流产，难道我俩真是亲兄妹？这流产跟血缘莫非也有关系？菜花，你父母都不在了，现在也没法打听你的身世了呀。傻瓜，咱可以去做鉴定啊。夫妻俩把这情况跟父亲一说，侯占生老先生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如果菜花真要是自己的亲闺女，那就算是亲人团聚了。担心的是，菜花要真是自己的女儿，那可不好。儿子和亲妹妹是夫妻，那可怎么办呢？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公爹侯占生与儿媳妇黄菜花没有血缘关系。一家人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长长松了一口气。可到了晚上，黄菜花一把推开了凑过来想要跟她亲热的丈夫。喜贵，你再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有一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排除。什么情况？你看，虽然我和爸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完全证明我跟死去的婆婆没有血缘关系呀。侯喜贵这么一听，他想了想，有点生气。菜花，你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骂我妈吗？可是转念又一想，妻子黄菜花说的也在理，按照逻辑分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夫妻俩背着父亲不知道，偷偷又去做了个鉴定。在焦躁的情绪当中等了5天，鉴定结果出来了。侯喜贵与黄菜花夫妻俩没有血缘关系。哎呀，两口子如蒙大赦一样，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可是父亲侯喜贵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一病不起。看样子，老人家是要带着对当初放弃的那个女儿的歉疚与遗憾，离开人世了。忽然有一天，侯喜贵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女子，说是要找生父。我的妈妈在前不久临终之前才告诉我，她和我爸不是我的亲父母。我的亲爸叫侯占生，是个老农民。一说左胸口的那7颗红痣也完全对得上，那也得做个亲子鉴定啊。1周之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这名女子赵来凤确定是侯占生老人的亲生女儿无疑。于是兄妹也相认了，一家人是感慨万千。正在全家高兴的时候，侯占生老先生开怀大笑，笑到一半，心脏病发作了，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